提升。付费多少？3个月的时间是599，主播会根据你的个人情况、你的资料、饮食、训练去给你定制私人的方案，也会阶段性给你更新。主播怎么刷脂？减脂期一定要遵循有一个条件，热量缺口。那个 ELXA 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先私信主播，咱下播之后，然后给你回复，可以吗？多少钱？3个月的时间是599啊。根据你的个人情况、你的身高、年龄、体重、你的饮食情况、训练情况去给你定制计划，计划也会阶段性根据你的体重变化、训练情况去给你做更新啊。早上有氧和晚上无氧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兄弟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几个月可以看到效果？那个 ELXA， 我得了解你现阶段的情况啊，我得看看你有没有基础，然后看看你之前有没有说什么比较良好的一些运动习惯，然后得了解你的资料之后再给你做个评估 ，OK 吗？因为你现在的数据我也不太能看到，到时候会发资料给你填的，到时候会下播之后主播到时候发资料给你填一下，可以吗？我得先简单的了解，到时候你得发你的一些身材照啊，主播也再给你看一看。主播现在体脂的话在10%左右啊，10%左右啊，更低了。谢谢天才小林送出的灯牌。主播吃蛋白粉吗？主播吃蛋白粉啊，当然你也可以不吃啊。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要吃蛋白粉？就比如说你一天3餐，你的蛋白质摄入非常不够，就是你平时吃的鸡蛋、牛肉、鸡肉这些完全不吃的情况下，你去喝蛋白粉没问题。那如果你的食物补充，你的蛋白质摄入充分，非常足够，你的蛋白粉可以不吃的，鸡汤可以吃。谢谢叶哲送出的一个灯牌啊。主播净身高是176，空腹体重的话是69.5啊，空腹体重69.5公斤啊。主播是6块腹肌啊，左肩做推胸，晨间推了1下小时，左肩膀疼的不行，可能冈下肌受伤了，做一个动作像这个扭到了，可能你的冈下肌有点受损，肩峰有点炎症了，你的卧推动作不标准导致的，大概率是开肘。做一些开肘卧推，然后你的行程没去做到一个比较良好的控制，下落的时候太急，离心段的时候太着急，导致你的一个肩袖关节损伤，或者是你的冈下肌的损伤。天生的皮肤这么好是天生的啊，妈妈生的就这么好。休息要补充肌酸吗？需要补充。主播练腿吗？上个循环刚练过，我1个月大概有练个2次3次啊。不长痘吗？偶尔会长痘。蛋白粉推荐什么？我日常喝的蛋白粉都在我的主页小窗户有啊。如果你有这个兴趣的话，你可以从我的主页小窗户去支持一下，可以吗？像一些大品牌的或者一些比较便宜的蛋白粉都有啊，分离的、乳清的，像酵母蛋白粉都有啊。你如果有兴趣，你可以支持一下。但是主播自己都喝过的啊。感谢分享。感谢分享。大家日常有一些训练的问题、饮食的问题，都可以发公屏上跟主播互动。米糊什么时候吃？可以放到你练后吃，无言啊，可以放到你练后吃。米糊属于快碳啊，它不能完全去平替你的主食啊，你可以放到练后吃啊，或者你的加餐某一顿的加餐的时候去摄入，当然可以啊。肌酸一直喝吗？肌酸是储存型补剂，它当然需要一直喝啊，兄弟，建议放到你的练后去喝。我练了6年时间，主播练了6年时间呢。喝蛋白粉脸上长痘痘应该选哪一个？可以喝酵母蛋白粉，兄弟，可以喝酵母蛋白粉，你可以去买酵母蛋白粉，然后你可以自己买之前，你可以了解一下它的品牌，对它的一些它的一些营养成分，对吧？你不要说听我说什么就买什么，你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，你再考虑要不要去买，对吧？如果你长痘痘，给你推荐酵母蛋白粉。我平时的话卧推是100公斤做组，没减脂之前是110公斤做组，然后现在的话极限的 PR 是140啊。过度的有氧会掉肌肉，过度高强度的有氧会让你掉肌肉。那你看那些专业的马拉松运动员，他们的肌肉很大吗？你看了解一下他们专业跑马拉松的，哪个是体型非常巨大的？下胸怎么练？其实下胸的动作有非常多，比如说双杠臂屈伸、龙门架的夹下胸，对吧？都可以练到你的下胸，但根本上的问题是你的胸部的厚度不行，
胸部的肉量不够，导致你的下胸不够突出，导致你的下胸不突出。所以说，你想解决你的下胸不明显这个问题，就是堆你的胸部厚度、胸部肉量。大家日常有一些训练的问题、饮食的问题都可以发公屏上跟主播互动聊一聊啊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考虑找主播定制饮食计划、训练计划和指导。140公斤啊，兄弟，不是140斤啊。杠铃的 PR 整个杠铃卧推的 PR 是140啊。一个是时间，一个是你的训练重量的提升，你的训练质量的提升，你的胸部整体肉量才会提升，兄弟。背阔肌怎么练？建议可以试一下反手类的一些高往下拉的一些动作，比如说器械的高位往下拉的动作，反手的高位下拉就能很好的练到你的背阔肌啊。那或者是你的一个常规的引体也能练到你的背阔。长痘痘，因为你吃乳制品容易长痘痘，莫名。你像你平时喝牛奶，有些人也会长痘痘。吃一些乳制品，大量的乳制品也会导致你的那个毛孔堵塞啊，一些长痘痘的原因，大概是你可能吃乳制品的问题啊。如果是先天性的肋骨外翻是调整不了的。是调整不了的，兄弟。我练了6年的时间，主播练了6年的时间呢。反手的高位下拉，看你的整体的行程角度啊。主播在浙江杭州所有的减脂模式，其实你都要遵循一个底层逻辑啊，兄弟，叫热量缺口啊。有热量缺口你才能减。什么是热量缺口呢？就是你的饮食摄入小于你的消耗。那我们热量缺口大概是控制到一个300大卡到500大卡之间啊，这个区间你的减脂效率才会比较高啊，才会比较合理啊。先天是6块，是的。那你先天是6块，它变不了8块，变不了7块，对不对？它块数本身就是天生的，什么是外飞型体型？就像主播这个手就是外飞型，典型的外飞型体型啊。它的特征就是你的手腕很细，然后你吃东西很难长胖，这就是典型的外飞型体型的特征的。对称也是天赋的一种感谢关注啊！大家日常有一些训练的问题、饮食的问题，你们都可以问啊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宝子们，你们可以考虑找主播定制饮食计划、训练计划，还有相对应的一些指导。如果你们有这个需求你们可以考虑找我做你们的线上老师，后台可以私信主播。178、100斤不锻炼都有腹肌了，是啊，单瘦的话肯定有腹肌啊。你本来就比较瘦瘦的人肯定也有腹肌啊，只是说你的腹肌可能薄和厚存在一点区别啊。每个人都有腹肌的，只要你是正常的人类都有腹肌的，不可能没有腹肌的。基础代谢公式有很多，网上一搜很多啊。欢迎啊！肌肉附在骨头上不一样，就会影响后天的展示标准嘛。你的肌肉形态，它的框架是稳定的，然后其次就是你的肌肉形态。那比如说你本身就是你的方形胸，对吧？那你只能在这方形胸的基础上去堆肉量。形态，你基本上练了半年1年，你的肌肉形态基本就已经定型了。那我们只能在原有的形态上去积累肉量，堆加厚度。感觉主播可以装双马鞭，扎不了。腹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腹肌是假的，主播是穿的是个皮衣肌肉皮衣所以看着比较逼真呢。健身新人刚练3星期增肌必须要喝蛋白粉吗？ No， 不是的。如果你平时的蛋白质摄入足够，你蛋白粉是可以不喝的。那我们喝蛋白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补充你的3大营养素中的一个蛋白质，对不对？那你蛋白质的食物中的获取有哪些呢？鸡蛋、牛肉、鸡肉，你这些只要吃够、吃足、吃到位，蛋白粉可以不喝可以不喝。大家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考虑找主播定制私人的饮食计划、训练计划和指导，一天多少蛋白质比较合适，自己公斤体重乘以 1.5 倍保底。比如说我是70公斤乘以 1.5， 也就是105克的蛋白质摄入我一天摄入的蛋白质大概是105克，这么去算能明白吗，兄弟？
这么去算能明白吗？保底吃个1.5倍的蛋白质，对你一个新手小白来说是完全够用的，完全够用啊，不用多也不用少啊，1.5倍，无论在你的增肌期、减脂期，1.5倍都是够用的，都是够用的。练了几个月，初见腹肌轮廓，还得多久才能看出明显腹肌？体脂得在15以下，男生体脂在15以下，越低的体脂率，你的腹肌才会越清晰啊。像女生，你们想要清晰的马甲线，还有腹肌的小轮廓，那你的体脂得在20以下，20到16啊，你的腹肌马甲线也会很清晰啊。欢迎啊！要控制饮食吗？能控制饮食最佳。你想达到比较低的体脂，能控制饮食效率肯定是最高的。那问题来了，100克的蛋白质得吃多少鸡胸肉？100克的鸡胸肉大概是23克到25克左右的一个蛋白质，那相当于你可以吃一个400克的鸡胸肉，但是你的米饭中其实含有一些蛋白质的，像你每100克的米饭，它的蛋白质含量大概是，也有几克的蛋白质啊。每100克米饭其实也含有几克的蛋白质，它并不是单纯的只有鸡胸肉里面含有蛋白质。你像你平时吃的蔬菜，你吃的米饭，它都含有蛋白质，只要不是单一摄入，你的蛋白质摄入量都可以去计算进去啊。引体向上，肩膀会疼，可能是你的冈下肌会疼，并不是你的肩膀啊，冈下肌可能会疼，可能是你的一个肩膀没沉住，热身不够充分。建议你在拉引体的时候，先用弹力带做一些环绕或者木根环绕，去把你的肩袖关节打开啊，再去做可能会有点改善啊。100克主播含多少？100克主播，备孕可以吃肌酸吗？不要吃啊，不要吃。你既然备孕，你就不要吃什么补剂了，兄弟啊，不要吃什么补剂了。备孕就什么都不要吃，啊，是补剂都不要吃，好吗？现在20的体脂，正常饮食加运动，体脂还会降吗？会降。你只要有热量缺口，你的运动量能上来，啊，运动量能上来，你的体脂肯定能降。3只松鼠的轻食餐可以当1日3餐吃吗？控制好量当然可以啊。即使你不吃3只松鼠的减脂餐，那你其他的去吃，你控制好具体的热量摄入，有热量缺口，你当然都能减脂，怎么知道自己的体脂率啊？一个最简单的方式，去找相对某个阶段的体脂率的对比图。找10%、11%、12%、13%、14%、15%各个体脂阶段的对比图，然后你去对比自己的身材，你就知道了，对吧？那其次，你去医院去体检，去测自己的体脂率，也是一种方式。练完手腕总步数带护腕，因为我看不到你的训练动作，你可能有一些勾手的问题。那如果你手腕不舒服，那我建议你带护腕，好吗？谢谢陆先生送出的小皇冠。带护腕了也不舒服，你可能没带紧，你往你的这个关节往上去带，而不是单纯的只这样帮助你的护腕。你正常带完护腕之后，你往后，手腕往后，它是有个阻力的。如果阻力很小，说明你绑的不对，还有可能就是你平时有勾手腕的动作，还有你的一些握杠铃的姿势、握哑铃的姿势都有问题。塌腕，这是你现在训练过程中肯定遇到的一个问题。杠铃的塌腕、哑铃的塌腕都会导致你的腕关节不舒服。还有你放哑铃的一些放哑铃的一些小错误的问题，可能已经导致你的韧带关节拉伤了你的 TFCC 有可能的。大家日常有一些训练的问题、饮食的问题，你们都可以问比如说如何增肌、如何减脂，还有一些训练、饮食相关的小问题如果你们有兴趣的宝子们，你们可以考虑找主播给你们定制饮食计划、训练计划，还有指导主播线下也是教练，如果你们有这个需求，你们可以考虑找我做你们的线下老师线上的老师咋收费的？3个月的时间是599主播会根据你的身高、年龄、体重，还有你的各个饮食情况、训练情况，去给你规划具体的饮食方案、训练方案。休息2天好舒服对那你第3天你的训练状态肯定非常好，
非常好。如何增肌？你得满足机械张力，然后蛋白质吃够，你就能增。然后在你的训练过程中，你的训练质量能保证的情况下，慢慢提升你的训练重量既能达到增肌效果。你要达到最佳的增肌效果，你有一定的适量的热量盈余才行，主播线下是自由教练，时间相当于时间比较自由啊。并不是某个健身房的常驻教练，主播是自由教练。健身是每天健身好还是连续几天？你一周有一个3到5次的健身频率是比较好的，有一个稳定的训练频率，一周3到5次，我觉得能接受，也很合理。20斤的负重训练，你看你是在做什么训练？那你具体的力量训练这么多，那你不可能每个动作你都用20斤的负重训练吧，对吧？你能问出这个问题，你估计是一个很新手的新手小白，你估计还没开始练只是家里有一对哑铃而已。经常出差没这些器械杂练，徒手练经常出差的话，去你当地找一些健身房去练好吗？买一些磁卡去练也能练，只是看你自己乐不乐意，愿不愿意抽出时间而已。你出差，我不信你当地没有健身房现在健身在中国还是非常普及的，在我们国内还是非常普及的。谢谢横刀立马送出的爱心啊！主播在杭州。大家如果有兴趣，你们可以考虑找主播定制饮食计划、训练计划和指导。增肌怎么越来越瘦？吃的不够，热量摄入不足，热量缺口太大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宝子们，你们可以考虑找主播定制饮食计划、训练计划还有指导。主播线下也是教练，如果你们有这个需求，然后你们近期也想提升自己，想开始做饮食、开始做训练的，你们可以考虑找主播给你们规划饮食、规划训练。健身对饮食有什么要求？蛋白质吃够，热量吃足。如果你要减脂，你一定要有热量缺口，但是你想达到最佳的理想的增肌效果，适当的热量盈余，但不是绝对的你只想单纯的增体重，热量盈余。但增肌不一定要有热量盈余你想单纯的增体重有热量盈余。练了8个月了，健身房5分化胸肉腿手会不会频率太低了？你可以试试3分化，你可以尝试3分化、4分化的训练。主播一夜没睡吗？没有啊，怎么可能一夜没睡呢？16岁会不会影响身高？可能会，不是绝对我也是外飞型体型的，为什么说很难练？重点是你愿不愿意练？1对1指导吗？是的，这种主播肯定是私人给你做相对的饮食规划、训练规划，还有1对1的指导。那饮食规划、训练规划也会根据你的一个体重变化，还有身材情况变化、训练情况变化去给你跟进。主播减脂的话，有氧和力量哪个先？还是一起优先做力量？你可以甚至不做有氧。减脂期的底层逻辑是需要有热量缺口的，即使你不做有氧，你能依然保持一个稳定的热量缺口，300到500大卡的热量缺口，你还是能减下来的。欢迎！大家日常有些训练问题、饮食问题都可以问主播。指导费用多少？3个月的时间是599，光智是3个月的时间是599主播会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去给你规划饮食、规划训练，还做相对应的指导。主播卧推的话，极限是 PR 是140主播有氧做的很少带着练嘛并不是带着练，是线上的模式。光智会根据你的个人情况你的训练情况、饮食情况去给你定制计划。然后比如说你日常遇到的训练问题，那我们也可以抽时间，然后语音或视频给你做相对的一些训练上的指导，对吧？感谢分享，谢谢好男不玩的关注感谢关注。晚上练后要不要吃东西？练后建议补充点快碳和蛋白质，可以提升你的一个肌肉修复合成。练后补充快碳和蛋白质，可以促进你的肌肉合成和修复好处还是比较多的。
有课程吗？那个夏日福星，如果你有兴趣，你可以后台私信主播啊，找我来给你规划饮食，规划训练，只要599，主播你陪聊吗？你怎么599是给你定制饮食训练的啊？饮食训练计划，并不是说陪聊。你有训练的问题，你随时找我。你不如果只是单纯的找主播聊天的话，那可能有点困难啊。啊，主播那不代表能满足你，给你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啊。我只能给你开导训练上的问题2、3。啊，其他感情上的问题的话，那可能说是给你解决不了啊。谢谢太空者的关注，谢谢太空者的关注。大家日常有训练的问题、饮食的问题，你们都可以问啊。男生怎么练腿？其他都正常，就是腿太胖了。正常的深蹲、卧推、深蹲，然后各种器械的腿弯举、腿屈伸都能练啊。另外的价格吗？没有什么另外的价格，我这边只有线上的饮食计划、训练计划啊。如果你们想进步的，你们都可以私信找主播就行。主播练了6年的时间，兄弟们，主播练了6年的时间。怎么可以低体脂控制饮食啊？高强度的力量训练呀，才能达到一个比较低的体脂啊。感谢分享啊！大家日常有训练的问题、饮食的问题，你们都可以问啊。有训练饮食的问题，大家都可以发公屏上跟主播聊一聊。谢谢关注。腋毛腋下管理了，长出来了一点，腋下管理了。感谢关注啊！大家日常有训练的问题、饮食问题都可以问哦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小伙伴啊，你们可以考虑找主播给你们定制私人的饮食计划、训练计划，还有1对1的指导啊。有这个需求，你们可以后台私信主播。在家只有哑铃练腿，做深蹲，哑铃重量不够怎么办？负重啊！你拿你们家的凳子啊，你只能说通过其他更重的东西去做深蹲的，对吧？比如说你们家的凳子，对吧？或者是做一些保加利亚分腿蹲，对吧？单腿的深蹲。刷脂力量后可以直接跑步吗？我现在直播机想减脂1个小时，练后直接跑6公里40分钟啊！不要纯做有氧啊，你可以慢慢，你还不如拉高你的力量训练时长啊！有氧做小强度的，你这个40分钟的6公里跑其实有点大，有点消耗会有点大。你只要有热量缺口，即使你不做有氧，它依然能减下来。需不需要补充肌酸？推荐去补充肌酸。头发怎么剪的啊？正常剪的。理发师的水平还可以啊。然后主播先下播了，兄弟们，谢谢小阿柴的关注。如果你们有兴趣，你们可以考虑找主播定制饮食计划、训练计划还有指导啊。你们有这个需求，你们可以后台私信主播。然后主播也先下播了，拜拜。有这个需求，你们记得后台私信主播哟。